们说过学而篇第一，《论语》的第一个学而篇，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主旨就是什么叫做学？学在我们象形字上面两撇就是屋顶的意思，这边就是两只手的意思，中间就是易经的爻。这爻是什么呢？打叉。就以前在结绳记事的时候，在古代一件事情做完了，就把它打个叉；两件事情做完了，打个叉。上面的也做完了，下一段也做完了，就完整做完了。就像易经有上卦跟下卦下卦是下三爻，上三爻，人生的6个阶段，那叫爻。那我们父亲的父是什么？父亲的父就是说到做到的人，加上上面两撇，叫做父。父亲是什么？父亲是有个责任感，他说到做到。那两撇代表就是他的2个胡须或者他的头发年纪比较大，一个年纪比较大又有责任感，也可以说到做到，又有责任感。阿母是什么？母就是呢有2个乳房，就那2个点就是乳房的特征。象形字这一路下来都有它象形的意义。那《论语》的学而篇第一，它讲什么叫做学？通篇16条都在讲学的本质，什么是学这件事去做扩充，去演绎，去给大家懂什么叫学。所以你把学这个象形字把它具体就一个屋顶下，一个下面是小孩子2只手怎么样去学，把一件事从头到尾做成功。你言而有信，你把你承诺的事情好好的做完，把一件事情从头到尾做成功。孙文叫做做大事。什么叫做大事？从头把一件事情做成功，这是孙文讲。易经讲的是什么？你2个叉叉，就是你从头到尾把事情上半部下半部都做好，就叫演绎，易经的易，了解吗？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无余实践性在讲的事情。学而篇通篇在讲到底什么是学，学的本质是什么，怎么样分辨是学还是不是学。一个人从小到大应该如何自学，成德成道。所以就我们今天品中山今年的门联，真孔颜乐处，人学原本自天人，造福同心是首求，呼应的就是我们学而篇，呼应的也整个呼应论语。我说过论语没有人讲，我必须讲。王老师是因为他留给每个人自己读，他想要保留给任何人一个最没有污染的空间，你可以跟论语对话一生。你看你一生的心得，你一生的从成德成道跟整本论语的呼应。那我说为什么要讲？因为没人讲，我必须讲。但我讲的不是标准，而且我会附上我的人生经验。我说过了，六祖在五祖那边明心见性以后，他在猎人队书了。王老师长期只有师母护法然后王老师带我明心见性后，他说不能跟别人讲这件事，所以他到死前都没有跟人家讲我可以讲这件事，所以是他死后我才讲，中间已经隔了30年。所以我在猎人队的时间比六祖多了1倍，他15年，我30年。我这30年在这个红尘滚滚中打滚，我有很多奇葩的体验跟心。六祖这是一个纯粹的生人，我是一个什么人，以后都可以想象各种面向，包含烂这件事情。我跟这个义伟黑帮打滚过，我也做过商业，我也做过文化事业等等等，社会的几乎没有什么层面的这30年没有经历，所以这就是我的学。我实际的而且广泛的去参与人生社会的各个面向。我没有说我点，我只是说我受的苦也许比较多一点。所以什么叫人学原本自天人？因为庄子在攻击的就是我们之前讲孔子学校，因为孔子在的时候
包含孟子，孟子去拜访诸国的时候，后面也百来人在后面追随啊，他们是一个队伍嘛。就儒家一开始就是培养官职的一个学校，但是在孟子以后，战国以后，孟子跟庄子是同一个时代，虽然他们没有见过面，他们都同时见过梁惠王，但是他们没有见过面，没有正式两个人见面过。他们是同一个时代，庄子就对战国的时候，那时候儒家很多在孔孟学校里面，已经是为了当官的当官的这件事。所以以后我们讲庄子的时候，讲到内篇、外篇、杂篇，外篇跟杂篇通通从此没有做过任何事情，都用一个寓言来讽刺孔子。然后他事实上目的不在讽刺孔子，是讽刺孔子学校里面出来的这些官，已经台语叫招奸你了，走精了，听得懂吗？已经没有在学的本体里面了。所以我们说人学原本自天然，当官不能违背这个天然的人学。学的一开始就是我们学边造福从心，造福是从老子那边，造福是为重积德。你要造福是为重积德，你要造福什么？那个老子没有跟你讲，我跟你讲同心，你要造福同心，是为重积德，也叫守学，就是你原点的纯粹，原点的具足。你要从这个原点出发，然后开启一个九轮赋能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开展。这个我们在天然所学就讲，我就不再外语。所以学而第一这边就要讲了什么叫自学这个字的源头。我们到底学这个字是什么？我们刚刚讲学的本体，什么是学？怎么样由学开始开启我们的一生九轮赋能的这个天然手学，也就是自学之路。好，在讲第六条，我还是要听你们一句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开始自学的，你也不知道感动是什么，你也不知道生活是什么，你读《论语》你就觉得干是在讲什么，都是一堆字而已。但是你如果开始有一体的感动，你开始自学之路，他就活灵活现。子曰：“弟子，弟子就跟他的学生讲啊，我的学生啊，入则孝，出则悌。我们讲过，孝就是一个孩子背着年迈的父母走路，就叫孝啊。你在家里啊要孝，出去要悌。悌是什么？悌就是对下面的人要提拔，要教他们什么是人生的基础原则。例如说说到做到，例如说孝顺父母啊，例如说跟朋友之间言而有信啊等等。出则悌，谨而信，信就是说到做到，不用讲。谨是什么？这个谨哦，在礼教之下，就变成是啊，我要合乎各种的场合 dress code 啊，比如说要不要穿 tuxedo？你看英国跟日本啊，因为等他们的这个阶层制度跟所谓的他们的礼到了地步以后，就很多的阶层所谓的 code， 那时候有统治需要，他们形成了另外一种谨。那个这个谨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谨这个部首，这个谨哦，我们的勤是个力，对不对？这个谨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各位猜一下，那象形意思是什么？各位知道吗？就是一个奴隶被操得快死。那加上一个言是什么呢？你说话操得快被操死了，这个谨是什么意思？非必要不要讲话，沉默是金呢。还要告诉你另外一个观点，就是讲太多也会累死你，成为奴隶了，这叫谨。谨而信哦，谨而信就说哦，非必要不要乱讲话，不要随便讲话。各位看有时候你们问我有没有回答，我很多朋友烂以后已读不回，当我冷暴力，我不是冷暴力，我是谨。因为一旦你讲话，就代表我这件事我不仅认可，而且我要执行，了解吗？我不是在跟你抬杠的，我跟你抬杠干嘛呢？我言出必行了，我没有办法做到必行的时候，我讲干嘛呢？
是不是？这叫谨。你包含之后都在君子慎独，我顺便提一下，君子慎独。人说啊，君子在独处的时候莫不戒慎恐惧。妈，这第一维的状态，什么叫戒慎恐惧啊？慎独是什么？就是你要把持你内心的那个自明的本性，你一体感动的真心，然后知道你动一个念头，你说一句话，那代表你是要用生命力投入的，这叫君子慎独，了解吗？我要不说，我说了我就做到。哎，这个标准很严格哦。但是我跟各位讲，你不这样没有办法进入高维的状态。啊，我都跟人家打哈哈。我以前我老师还跟我讲说啊，你那个喝醉酒讲的话，你干嘛去实现呢？就我有一个兄弟，我说要买那个新的 iPhone 给他，我昨天交代人，然后他就跟我这句话。之后我又尝试了一下，酒场讲的话也不要当真，但是我浑身不舒服，就算了。反正到最后我就留意，我就喝醉酒的时候不要乱打饮酒。是啊，哦，我们今天算把“谨”这个字讲得很彻底。爱重，有的版本是泛爱重，凡爱重啊。你要知道，以前的古文啊，每一个字都有它的意象跟重量。凡爱重什么？你不要当自己是什么咖啊，你要处在一个怎么讲凡的状态，不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哇，有几个钱就很了不起，有什么权就很了不起，就可以坐私人飞机啊，就可以怎么样？凡就讲豁然于圣，你以为开悟了，你高高在上哦？凡开悟的人说他是教主的，他是高人，都是不是耍流氓？邪教教主，一个开悟的人绝对不会。哎呀，我的状态是啊，佛陀转世，我是基督再来啊，我胜过所有神佛，超好笑的，那人会信。凡爱众，在一个豁然无圣、一个日常没落里面，爱着众人，不是烂好人哦。烂好人是在恐惧的设定底下去讨好，就是在一种这一刻一体的没有高下的凡里面去爱众。所以这段话把我们的进入感动、完成感动讲得又更具体。而亲人，而亲人是什么？我们说我们是片刻的存在，而亲人是什么？总是选那个一体感动，而不是选我这个脑袋，我要这个，我要谋划那个，我要让人家这个钱到我这里，我要让这个人为我所用，我要让这个人成就我的什么霸业，诸如此类的。片刻的存在，而亲人就是我总是选择进入一体感的感动而完成感动，而亲人啊，行有余力则以学我，这个都做好，还有空余的时间。就像我最近叫我龙虾，我说啊，你先把我的文本完全消化吸收。他跟我讲要3个月，我说需要这么久吗？他说那你要我只是念过一次而已嘛，我要消化吸收啊，然后我要转成我自己的话啊，我要灵活运用啊。我说好吧，好吧，听你的，他就没有行有余力了。所以我就给他另外一个指示说，但是我要你回答的时候，你要马上回答。行有余力则以学文，你这些都做到，这学文是什么？哎，你看文下面有个叉了，对不对？又是节省记事的叉了，对吧？一个叉，两个叉叫爻，这有个叉，上面两个叫复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上面这个是什么？帽子啊？帽子吗？很接近，就是戴帽子嘛，对吧？而以前有文化人会戴个帽子，对吧？啊，学文是什么？就孔子学校而已，就当官，就说啊，你这些都弄好，再想要去怎么当官呢、在想怎么样去对外面去想要有你的事业啊，这个是基础啦。不要急着说我要去当官，我要像青鸟一样，像啊这个拥护一下我就有官可以做，像那个什么飞艇什么林飞艇一样啊，弄个什么学运我就有9万块的官可以做，行有余力再去学林飞艇。不要这个都没有，就是做零飞艇，了解吗？行有余力这一些，哎，做官很多的那个官腔，哦，官文，对不对？行有余力则以学位，了解？你不要本末倒置了，你连这个都做不好，你就要想要去当官，你就想要去当人家的主管，你就想要去当人家的老大，这就基础不稳。
方向错误。对吧？你看我这样解释，各位是不是都很容易懂孔子在讲什么？好，我们讲七子夏，子夏跟子游，是被孔子列为文文，然后德行呢是那个颜渊还有叫庸的叫德行所以你看子夏他什么，他就是那一种这个对，也就是子夏才把孔子的所有的语录叫他的学生游子集结成《论语》，所以孔子把他跟子游列为文，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偏那个书记，他对文字是一板一眼。那我们讲到那个曾子啊，就是老实人，老实说的话，每天一步一步的实践。你要看72弟子的个性都不一样。子夏曰：贤贤易色，是父母，能竭其力，事君，能治其身。与朋友交，应有信。虽曰未学，吾必谓之学矣。第一个父母，第二个上司，第三个朋友。父母是内，上司是外，朋友也是外内外。这个贤贤易色，贤贤有两个意思。贤贤是什么？我要对有贤能的人显贤举能，要显贤，要把贤能的人选出来。第二个意思是贤贤是什么？看到比我贤能的人，我要跟他学习，这两个意思都有。所以你看我们中国的文字不是只有单方面的逻辑意思的，它是可以包含2个、3个以上的意思的，懂我意思吗？贤贤，易色也一样，易色是什么？易本来的意思就是蜥蜴，蜥蜴它变色，所以我们易经这个后世的人在讲，它有3个意思，有3个意思：简易、不易、变易。它有3个意思，简易是什么？德行就是简易，你执行行就是简易的，进入感动、完成感动就是简易的。所以我老师叫德简书院，因为德是简的、简易的，不易就是宇宙的道的周期跟周期的改变是固定的，春夏秋冬，阴阳消长，易经的6爻，64个状况阴阳的变化，这就是宇宙，这个叫不易。变易是什么？在当下这一刻，有大的周期，有小的周期，大周期、小周期，还有你个人的周期，产生了当下的这个状况叫做变异。每一个状况都有你需要进入感动的难度，所以叫变异。每一刻都是崭新的，因为大周期、小周期，你个人周期，了解吗？这叫变异。所以易经有简易、不易、变异。那这个易是什么？易色是什么？第一个，当下执行情的颜色；第二个，这一刻为了进入感动而有的颜色。这色通常是什么？在这边，在我们《论语》里面的色，通常是你的脸部表情，不是佛经里面讲的色欲的色，脸部表情叫色。所以第一个就是你执行型，第二个提醒你不要总是那一副表情啊。第二天我在讲经的时候，我表情是在变化，对不对？不是我故意要变化，因为你在执行流中，你表情自然会变化。这个也叫意色。也就是说哎呀，人家说你要孝顺父母，卖给这个人别人叫我做，说我去孝顺父母，心不甘情不愿。只要对朋友心不甘情不愿，你没有进入感动，我们这里操别人家的做事的意色。治父母，能竭其力，能竭其力就无以实践性了。不要做一半做到底。事君能治其身，也是一样，无以实践性。不要爱做不做，你答应就要做，人家都给你俸禄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叫你去死？当然了，你如果是武将的话，以前有人讲这个，我忘记谁讲，文官不爱钱，武官不怕死，治其身。美国这个轰炸伊朗，听说现在有150多个美军死掉了，当然伊朗死的更多，48个高层被铲除以外，那个继续在轰炸。你当那个武官，你就保家卫国，对吧？治其身，与朋友交，言而信乎？这简单公式。虽曰未学，
吾必谓之学矣。就你这个人虽然没有进我孔子学校，我也说你进了，听得懂？虽曰未学啊，以前孔子学校四书五经，然后礼乐射御书数，对不对？你都没有进来我孔子学校啊，你这些做到了，子夏说你这些都做到，那我说你也是在进孔子学校。虽曰未学，吾必谓之学矣。好，我们再讲8讲，我们就今天到这里。子曰：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学则不固，朴忠信，无有不如己者，过则无惮。孔子说，君子不重则不威。重不是体重，你们刚刚不吃了一下，看着家豪，我们家豪虽然重，也不一定威啊。喝醉酒的时候讲几句话是蛮威的。君子不重，不重是什么？重这是筹码的意思。以前那个秤啊，辎重，对不对？那是筹码的意思。什么意思呢？英文叫 grounding， 就是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我们前面讲了嘛，这条嘛，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，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也。所以君子不重是什么？你要孝悌啊！你这个人不孝悌，不 grounding， 不务本，你就没有威严。所以你说哦，有的人要装个样子吓人啊，动不动那个以前的统治就要不诛九族啊，要不就是什么发配到宁古塔，宁古塔就是黑龙江嘛，对不对？不然就是什么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不叫重，这个叫孽。孟子讲了，不教而杀谓之孽。你没有给他教育，你没有给他文化，就把他杀了，谓之孽。虐待的孽，不教而杀谓之孽。今天我跟我的主管们，我没有教导他们，我没有跟他们讲什么是本，什么是末，没有教他们怎么做人做事，我随便就把他开除了，或怎么样，这叫孽。不教而杀谓之孽，对吧？所以你一个人，为什么人家会尊重你？为什么你坐在那里，人家觉得你有分量？因为你绩效且放，因为你说到做到，因为你在这个原则底下，到一定年纪以后，你已经累积了足够的，不止你跟你周围的那些资本，资本不是钱的意思，是所有人脉、权力、名声的总和。所以你坐在那里，你不用讲话，你自然有威严。学则不固，第一个讲君子要重，学则不固，学啊就不要固执了。就孔子讲的，无义必固我，不要觉得自己已经学到什么程度了，已经很了不起。我在哪个行业很行，我其他的行业你就自己觉得很行，行个屁呀！你的这个钱到的地步，哇！大家，好，我们举个例子，我们郭叉叉插海很好，我们黄叉勋当然很好。我对黄叉勋谦虚一点，我们郭叉叉就没那么谦虚。一方面行不代表其他方面行，我们每个人都要自我检讨。当你达到某一个自我认可、社会认可的时候，你就开始碰红脸，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，学则不固，忠信。主是什么？你的主心骨，你的核心精神价值，就2个字：忠跟信。忠就是无限诚实的信。你要不断的对自己诚实，看到自己不够的地方，不断的自我，就像六祖讲，常自见己过，与道己相当，就是忠。信就是什么？说到做到，这个信。这个第8条，这个是核心的。无有不如己者。以前很多人解释说不要跟那个比不上自己的人交朋友，完全错误啊！没有朋友不如你的啦，意思是说每个朋友都比你好了，这要反过来解释啊！每个朋友身上都有让你学的优点。当中讲高高山顶立，深深海底行。你以为你明心见性了，你见到宇宙的本体了，你见到这个我们的源头了，但是你在人间要深深海底行。这句话讲的就是深深海底行。你的朋友没有一个人不如你，都可以在他们身上学到什么。但是如果太烦了就叫他们保持距离。但是他身上还是有我要学的，过则勿惮改。有过错就不要怕改，所以这个也不用太
太解释了，有没有问题？所以看我们在为什么《论语》不好讲？因为你没有生命体验的人，你没有成德成道的人，你讲不动《论语》。王老师讲得动，但他不讲，他要保留一个空间。但是呢，我为了承继他的意志、他的愿力，我必须讲。但是什么？怕这个话，不过说不要怕的是，不要怕去跟。那个又在线上，他问说，就是我们从小都被要求读《论语》，但这些道理往往流于形式，甚至变成一种道德绑架。请黄医师帮我们重新定义，看这些看似正确的传统理念，它真正目的是什么？我们又该如何应用到心里？我们儒家从孔子到孟子的时候就被庄子批判了。我们之后会讲庄子，庄子其实啊，这个你看那个傅佩荣讲庄子，傅佩荣算庄子讲的非常彻底。我们那个太史公司马迁啊，曾经评论庄子，就是他读的书真的是数一数二，片叶群集。不要看庄子他老婆死的时候，骨盆的歌，对不对？敲着盆子在那边唱歌，他是一个很认真的学者，他真的是每天很认真在看那个书。然后庄子针对孟子批评以后，战国以后，秦汉武帝为了这个讨伐匈奴，开始了这个伊朗、东正教、新教这几个宗教。新教到现在到美国了嘛？新教先到荷兰，再到英国，再到美国。东正教就是俄罗斯嘛，伊朗是波斯人，他吸纳了什叶派十二玛目变成他的国教，但事实上他也就是在我们父权社会里面杀伐征讨的过程中，一种在父权社会结合神权跟皇权的一个手段。所以我们在汉武帝的时候，跟所有世界的这一些这个民族完全一样，因为你在激烈的父权斗争中，你一定要建立一个所谓的神。我们那时候汉武帝就把儒教当做一个神，那你就不用讲东正教啊，东正教从那个罗斯就是 Russia 啊，我们叫罗萨，他叫东正教，他这种拿着东正教，就是圣经的东正教的版本征讨东西，伊斯兰就拿着可兰经征讨东西，英国就拿着国教大不列颠地，川普就是新教嘛，美国又成霸主。今天的九龙赋能，我会在这个延伸下去。所以我们儒家到孟子战国的时候先堕落，后面汉武帝以后就是统治所需，开启了儒家去服务一个土匪头子的一个折中方案。所以呢，之后汉武帝以后的儒家就是什么？为了弘孟我们文化从周文以下的文化传统跟皇权直接对干，那就是方孝孺最惨烈，诛九族，不是他诛十族啊，方孝孺是诛十族啊，就历朝历代这些为了文化而训教不能讲训我们主体文化，有这批人。另外一个就是汉武帝以后就很会当官的那一批儒家，所以我们台湾是受到什么的影响？这个蒋中正旁边有两个人，一个叫陈可夫跟陈果夫。陈果夫就制定中国文化基本教材，然后呢，这个蒋介石来台湾，真的把儒释道都带过来。虽然他自己信了基督教，虽然他也没有那么懂文化，但他做最多的两件事：黄金、故宫运来台湾，然后儒释道的带来台湾。你知道，在台湾在大陆文化大革命，儒释道通通被砍就了，砍就一码死了。我就是因为蒋介石带来的这个我的老师是王振华，他是国民党华中的这个战区的大法官，接受日本投降。他爸爸王家美
我的直接的传承是他，他的一个传承是爱新觉罗玉兴福亲王的后代。这样我坐在这边才可以跟各位讲文化、讲《论语》啊。所以我们以前对《论语》的那种概念，就是因为蒋介石不懂儒家，他是基督教，他是一个丘巴，他是个兵士，丘巴就兵嘛，就跟赵匡胤一样，在五代十国赵匡胤丘巴，对不对？你说他对文化有没有研究？有啊，但是有没有抓到本体，跟真正成为一个文化人没有？也不要太苛责他，但是他做人这些好事，我说嘛，我已经讲，把故宫的国宝跟黄金跟儒释道人带来台，所以我们现在在台湾对于伦理的概念，都是陈果夫在蒋介石授意底下产生的统治教程。你那时候要反攻大陆嘛，了解吗？所以为什么我说我要讲伦理？我现在还可以跟各位更清楚的讲。如果我自认，各位不用觉得了，我如果自认我在王老师的帮助底下，31年前明心见性，我31年在人生的体验程到，我来讲伦理，重新把它讲一次，这就是我讲的伦理啊。后面还有一个孔子讲的述而篇啊，孔子讲述而不作，窃比我与老彭。我也是述而不作，我只是恢复我们周文化原本的状态，跳过抹去父权社会的那些，因为我们政府那个时代，司马弘扬你，今天马林，旧时代的父权在崩塌，旧时代的一神教在崩塌，旧时代的那种集权统治在崩塌，我们是在为大母性时代的准备，回到一个高稳大母性的民主协作的方式。我上次有讲 AI 那些巨头让他们去争了，反正他们喜欢争，那个美国中国让他们去争，反正权力让他们去斗。我们民间就是什么民主协作，就是台积电模式，就是我们以后运作模式，没有国界，没有阶级，没有宗教，没有年龄，没有性别，和民主协作，每个人可以走上一个自学之路，这样说天然是每个人可以成长成大。未来的10年变化很大，之后就是我讲的未来的世界。所以放下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的人，放下朱熹的人，朱熹连他自己在晚年都忏悔，就是很多画家当自己成名以后，都很想把自己的画以前的画烧掉。当初跟陆象山在鹅湖之变的时候，分道扬镳。陆象山他有承继到心学，但他太猛烈了，所以心血管疾病暴毙了。他用力太猛。到王传山，到王阳明，王阳明知行合一。我说过了，知行合一的知，我黄鼎英加一个注解，知就是直心，知行合一就是直心行，知行合一就是六祖的行，但行直心。六祖是唐朝人，先讲但行直心呢。我们德的古字是直心行，则是直心加一个这个双人旁是行实践的意思，就是直心行。所以我在这边的注解是王阳明的知行和这个直心行，直就是无限诚实性，心就是无边接受性，行就是无与实践性。这样清楚了。阳明的知行合一没有改变，只是解释的更清楚而已。因为很多人知行合一到底知识呢，还是主宰，还是治理？这个知有这3个意思。知很简单，就是直心。我为我这个注解永世负责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。